女孩明明没有被侵犯，可凶手竟剃光她下体的毛发。我们从被害人体内采集了一些精斑，有3名男子对她实施了性侵，还把被害人身上体毛刮掉，指甲剪掉。更奇怪的是，法医尸检后发现，女人下体里却还有猫和狗的体毛。这还有2根，这猫和狗的毛怎么会出现在尸体边上？别忘了，猫跟狗一般都跟着人。正当案件一筹莫展时，刑警只是看了一眼通话记录，竟瞬间找到了破案关键。而事情还要从不久前说起。女孩下班回家，想舒服的泡个澡，于是试了水温后，躺在了浴缸中。3个小时后，女孩妹妹下班回来，却发现家里停了电，叫了姐姐也没人回应。正当她以为姐姐不在家时，却意外听到了浴室的水流声。女孩带着手电筒往浴室一看，竟然发现姐姐躺在浴缸中，早已死去多时。女孩报警后，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勘查。据调查得知，死者名叫贺文丽。根据现场勘查情况来看，死者没有任何挣扎，警方更加倾向于贺文丽是死于自杀。但妹妹贺文静却怎么都不肯相信，明明前一天还和姐姐约好要去逛街买衣服，甚至讨论好了要做什么样的发型，而且姐姐是一个非常爱漂亮的人，如果要自杀，也绝对不可能不穿衣服。再说了，姐姐从来没有食言过，如果要自杀，怎么可能还答应陪自己逛街呢？女警小林也觉得贺文丽的死确实有些突然，于是便对贺文丽家的邻居进行了调查。不问不知道，一问吓一跳，原来她姐姐所居住的社区在此之前已经有3个人自杀了，加上贺文丽，近2个月竟然出现了4人自杀。小组会上，小林说出了自己的怀疑。刘金看了4起案子的相关资料，推测这4起自杀绝非偶然，或许这是一种新的犯罪模式，自杀是案犯的一种伪装，而且凶手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，也知道警察办案的程序。但从派出所和医院提供的资料来看，4起自杀案只有1家是直接通知了医院，另外2家都是直接通知了警察介入调查。而第1家之所以没有报警，则是认为死者确实有自杀的倾向。据调查，贺文丽自杀前，其男友刚和别的女人结婚，贺文丽确实有自杀动机。为了找到更多线索，罗队带着小林再次返回案发现场。罗队发现贺文丽的死因是带电的吹风机掉进了浴缸里，导致了她触电身亡。这个表面看没有什么问题，但倘若贺文丽是自杀，她为什么要把吹风机插在距离浴缸很远的插座上呢？明明洗衣机后面就有一个距离更近的，且姐妹2人也经常使用距离最近的插座。由此可见，吹风机极有可能是凶手插的。他并不熟悉卫生间的布局，或许他并没有发现洗衣机后面的插座。之所以把吹风机放在浴缸里，也是为了造成贺文丽自杀的假象。与此同时，第3起自杀案的少年刘凯峰，其母亲在家里找到了他自杀前的录音。录音中他表示，学习压力很大，父母期望过高，自己实在不堪重负，所以就走了。但他在录音中并没有说他是要自杀还是要离家出走。从这几起案子的共同点来看，凶手似乎是专门寻找受过打击、想逃离现实生活的人作案。那伪装成自杀对嫌犯又有什么意义呢？1，他是为了避免警方的怀疑；2，他主观地认为他是在协助被害人脱离苦海。从死者留下的录音遗书来看，这极有可能是凶手杀人的标记。如果按照这个规律，那么贺文丽应该也留下了录音遗书才是。林雪随后去向小文要来小丽的自杀录音，虎妞也去找到第1名死者的亲属，要来他自杀前录下的音频。将3个声音进行比对后，确认了他们的录音都没有拼接痕迹，声音也全都是出自本人，而且从他们说话的语调以及状态来看，也不像是被人胁迫说出来的。那么这些死者为何会心甘情愿念出这些呢？小波在反复听取这3段录音后，突然意识到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东西。第1名死者的录音中多多少少会存在一些装修的嘈杂声音，可是后2名死者的音频中，这种都会存在的环境音竟然完全消失了。要知道他们家中可都是没有专业的录音设备，如果是随便找个机器录下来的话，环境音是绝对存在的。打个比方，我现在的配音就是能听到有些小小的嘈杂声，因为我是用手机录的。而且林雪也记起来，在小丽死亡那晚，外面刚好是暴风雨。如果她是在家里面进行录制的音频，不管怎么样肯定会录下微弱的雷声。可如果没有背景音，那就说明凶手可能是哄骗了死者，让他们在特定的地点录好了音频，然后他将音频刻成光盘，让死者带回家。也就是说，警方现在只要找到那个特定的录音地点，很快就能揪出凶手是谁。可据小波了解，市里面能够彻底消除背景音的地方只有录音棚。有了这一线索，罗队带着虎妞开始去到全市的录音棚进行录音。他们将收集下来的音频拿回警局做了比对，可惜仍是没有发现空间匹配的地点。而且林雪还注意到，有些遗言听上去完全没有遗书上的主要特点，就连情绪也是极其平淡。听到林雪的话，刘金想到一种可能性，他想到第2名和第3名死者死亡前，他们要么是与父母告别离家出走，要么是约了姐妹去逛街做头发。而出现的3名死者中，唯独第1名被害人好像是真的想自杀，他因为醉酒导致儿子身亡，从那以后每天都活得很痛苦。儿子，
都是妈妈不好，都是妈害了你，是妈妈喝酒害了你。妈妈以后不喝酒，再也不喝酒了。妈妈来陪你好吗？从录音也能够听出来，他的情绪十分混乱。与后2名死者比较的话，第1名被害者才像是真的自杀，而后2位的听上去更像是在念稿子，说不定稿件全都是凶手给安排好的。而且这2人生前都有过离开本市重新生活的想法，嫌犯可能就是利用他们这种心理，从而实施了犯罪。那么究竟是谁会事先知道他们要离开？这时罗队想到一个问题，几名死者都有着同样的光盘录音遗言，光盘品牌也是同一个，但为何第1名死者的不是专业制作？假设第1名死者是真的自杀，剩余的全部都是他杀，那么最早的被害人家属肯定是受到打击最大的。调查后发现，这位家属名叫王传生，儿子老婆现在都没了。关键的是他目前的工作正是一家音乐公司的保安部经理。资料显示，王传生一直过得很苦，他从小就是个孤儿，长大后还做过狱警，但因为多次殴打罪犯被开除了，现在家人也都没了。不管怎么看，这家伙的心理都是有问题的。随后警方立刻赶去音乐公司找人，到了录音棚，现场果然有刚被使用过的痕迹，桌上还放着一封遗书，这几乎坐实了这里就是死者录制遗言的地方。可王传生人已经不见了，说明他很可能正在准备下一次作案。眼看时间紧迫，罗队突然注意到桌上一本本子留有压痕，他立刻用铅笔轻轻涂抹，果然还原出一个地址。所有人瞬间意识到王传生不是跑了，而是已经带着新的目标离开。最后一场营救必须马上开始。等警方赶到现场时，屋里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。一个叫晶晶的女孩被五花大绑在沙发上，而王传生就坐在旁边，像疯了一样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过去。他说自己的妻子当年因为醉酒失手害死了儿子，之后承受不住内疚跳楼自杀，家里人一个接一个离开，他的精神也彻底崩了。他甚至坚信妻子在另一个世界一直呼唤自己，说那边没人照顾他，所以他开始寻找那些本来就活得痛苦、说过不想活的人，觉得只要把这些人送过去，就是在帮他们解脱，也是在替妻子找伴。晶晶听完直接反问他一句，既然你这么想过去，为什么不自己去？王传生却激动地说，自己当然会去，但一个人不够，他还要多带几个和妻子一样痛苦的人一起上路。说完他拿起毒药准备给晶晶注射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罗队冲进来，当场把他制服。案子到这里还差最后一块拼图，而这块拼图正好在晶晶口中。原来他之所以会陷入情绪崩溃，正是因为第2名死者小刘，两人曾经是网恋情侣，交往1年后见面，晶晶才发现小刘只有17岁，还是未成年，于是狠心提出分手。后来她有了新的男友，可小刘还是一直纠缠不放。为了彻底断掉联系，晶晶约他出来把话说死。没想到那次之后，小刘竟然跑去跳海。也正因为这件事，晶晶一直活在强烈愧疚里，甚至真的动过一命抵一命的念头。王传生正是看准了他这种心理，先假装是从小刘那里拿到联系方式，又表现得特别会安慰人，一点点卸下他的防备。等信任建立后，他再以帮你整理情绪为名，把他骗到录音室，让他把最想说的话全部讲出来，哪怕像遗言也没关系。前面2名受害者就是这样被他一步步套进陷阱的。小刘的死是他有意诱导，而小丽那次则是他借这送光盘的名义上门，亲手制造出触电自杀的现场。这一段真正扎人的地方是凶手从头到尾都没有凭空制造痛苦，他只是专门盯着那些已经受伤的人，再把他们最脆弱的念头放大成死亡通道，比起单纯的暴力，这种利用愧疚、失恋、自责和逃离欲的操控，其实更接近现实里最危险的恶。他提醒观众，真正该警惕的往往不是情绪崩溃本身，而是有人趁你崩溃时假装理解你，